台军模拟战时情境，北约6国的将军窜台访问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强少。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，美国又在不断的渲染台海危机。中国大陆在20大上首次将反台独写入党章，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、美国海军部长等人都断言，中国大陆将加速统一的进程。台湾地区当局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回应称，2023年、2025年、2027年都是两岸发生军事危机的关键年份，进一步强化了危机即将到来的信号。中国大陆方面随后表态，将在法律层面推动反台独的工作，具体行动可能随后就会到来。在台湾地区方面，相关学者也在推测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。有相对乐观的认为，两岸在未来几年仍然会维持现状，也有比较悲观的，他们认为2023年就有可能出现以武逼统或者是以武逼谈的情况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台军的动作更值得我们关注。最近就发生了3件事：台湾地区军方出动黑鹰直升机，搭载特种部队进驻反斩首任务最前线的淡水河口，该地是未来解放军可能机降登陆和两栖登陆突破的关键地点，是直插台北的首选进攻方向。河口距离台北市内的所谓正经中枢不到22公里，所以台军进行的反斩首作战是实打实的以武拒统演习。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邀请有北约国家背景的6国将军级人士窜访，包括意大利、捷克、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以及韩国等6国的12名人员举行闭门研讨会。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出现的一个新情况。这些退役军人到台湾进行所谓的研讨，无非就是共享对乌克兰军队作战经验的思考，并为将台湾岛打造成刺猬豪猪给出一个解决方案。第三，台军方宣布首款剑翔无人攻击系统开始交付。这种自杀式无人机与伊朗的萨赫德136设计理念相近，担任反登陆阶段攻击解放军海面大型两栖指挥舰的任务。从美国渲染台海危机到台军加紧准备以武拒统，意味着不管中国大陆如何规划，台湾地区当局与美国都在认真准备可能到来的摊牌行动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台军真的有以武拒统的条件吗？还真的没有。首先，两岸军力的发展不是在接近，而是在进一步拉大差距。两岸之间的军力差距不是装备几种新武器系统就能弥补的，因为解放军的体系作战能力正在飞速的发展之中，而在真正采取军事行动时，非常有可能会选择让台军无法抵抗的作战方式，比如实施锁台军事行动，对台独分子实施持续的斩首行动，对台湾军事装备进行长期的定点清除等等。其次，台湾岛的地理条件限制了台军长期作战的可能。台湾岛距离中国大陆非常近，而且呢，四面环海，几乎没有战略纵深。解放军只要一登陆就是城市群，而这些城市群的后面就是中央山脉，因此台军并不存在长期坚守的条件。最后，非对称作战手段、无人作战平台的使用优势都在中国大陆一面。台军邀请欧洲国家的退役将军参与所谓的研讨会，无非是想学习乌克兰军队的经验，其实是非常不靠谱的。因为使用非对称的无人作战平台，中国大陆拥有全世界无可比拟的优势，能打得对手心理崩溃。这次珠海航展上出现的大量无人机和各种单兵巷战工具，将能证明这一点。总体来看，
两岸之间的军力较量仍然会持续下去。台军方即使是垂死挣扎，但也无法改变退势，而中国大陆会通过不断的努力，进一步提升综合作战能力。时间明显在解放军这一边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